我的世界龙珠 1.20.1 高版本模组耗时2周，终于是把基础玩法做好了。作为一款纯自制的龙珠 mod， 除了可以体验真实的龙珠世界设定以外，还支持自由搭配自定义属性和技能，打造出属于你自己的龙珠战士。哟，我是燕仔啊。那么这一个新的龙珠 mod 在介绍之前，必须得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啊。首先呢，这一期不能算是一期模组介绍，是更偏向于前站介绍的。说白了就是给观众朋友们画饼啊。不过大家放心啊，目前我们已经在做上海人篇了，正式版不出意外寒假是能够看到了。好的，那么为了你们理解方便，我就大概走个游戏流程给你们看看吧。首先呢，咱们这个模组是属于一个半 RPG 的生存向模组，开局我们是和普通生存没两样的，但是在游戏中会隐藏原版血条，而左上角会新增一个新的 UI， 绿色为血条，蓝色为体力条，底下的数字代表着当前使用力量的百分比。现在不理解也没关系啊，等下玩起来你们就懂了。首先要知道啊，我们这个 mod 为什么要叫半 RPG 向呢？因为我们在游戏里的所有技能大部分都是需要导师们那里修炼回来的，而不管是谁进入游戏，开局都会出生在包子山，而具体开局之后，你们想找谁当导师就看缘分了。天津饭、克林、龟仙人等等一些一代的角色都会成为玩家们的初始导师啊。举个例子，想找龟仙人当初始导师，就必须先找到龟仙岛，而且很真实的一点是，一个世界存档只会存在一个龟仙岛。找到龟仙人之后，点击学习，完成发布的任务后，点击对话就可以获得龟派气功了。龟派气功也是蛮有意思的，释放后经过短时间的蓄力，玩家会对前方的生物造成伤害，并持续将范围内的生物向反方向推动。当然，伤害由力量和气控制决定，若中途碰到了方块，则会产生爆炸，爆炸的大小呢，又由力量和气控制决定。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说一下我们这个 mod 的基础属性了，还是一样啊，这也是很真实的一个龙珠设定。按下 K 键是可以进入菜单的，从左到右的功能分别为修炼、技能配置、组队、剧情。主要讲讲这个修炼啊，目前是只做了2种训练方式的。点击力量训练，玩家会进入倒立模式，当屏幕中心的方块变为实心时，按下 Shift， 然后再松开 Shift 起身，这就算是完成一次俯卧撑了。如果按错了，那就是直接不该。冥想训练就是很经典的打坐了。话说大家还有什么有意思的训练方式，也欢迎打在公屏上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一定会采纳的。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们这个 mod 的重中之重了，也就是战斗玩法。就是因为我做 MC 视频其实也算是蛮久的了，我发现大家真的很喜欢叫我装史诗战斗这个模组啊。但是我还是得说一下，史诗战斗帅是很帅啊，但其实它的联动性真的不咋地。就好像我们经常用史诗战斗加特补来玩，但其实史诗战斗打出来的伤害是不会加能量条的，就真的只是看起来帅而已。而且你们看我不是经常用 replay 来剪视频吗？史诗战斗甚至都不兼容 replay 啊，所以这次蛤蟆选择了自己开发一套战斗玩法，有一点复杂。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前面说的训练方式是可以提升玩家属性的，目前游戏中含有的属性如下，大家可以暂停观看一下，我就不详细讲了。好，那么本模组呢也是替换掉了原版的平 A 效果，当玩家打出平 A 时，造成的伤害由力量和武术属性决定，并且消耗了体力和使用的力量挂钩。模组也更改了平 A 的间隔，现在的平 A 间隔是由速度属性决定的，当体力不足或点击频率高于速度属性所决定的平 A 间隔，打出的平 A 攻击是会被取消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角色的速度属性是1秒 A 3下，但是如果你1秒点击鼠标4下的话，它是不会 A 出来的。当然啦，当速度达到15以上，玩家可以抓住飞来的箭矢啊。还有一点啊，属性是非可视化的，并不是说可视化很难做啊，是我们有意的让属性的数值看不见的。因为我们这个龙珠模组是一个操作性很高的模组啊，所以属性并不是你们衡量实力的唯一标准，唯一可以看到的属性就是战斗力了。那么接下来要说的呢，就是我自认为这个模组里的重中之重了。像普通的重击和类似于界王拳这种冲刺，正常来说呢，玩家释放的时候会向前冲刺一小段距离，并且击飞碰到的玩家。此时被攻击的玩家是会被直接击飞的。但是 CS 龙珠你玩过吧？所以只要你的眼力够好呢，是可以打出这种操作的。连续冲刺应该也算是我们这个 mod 比较有搞头的玩法了，后续应该也会按照这个系统做出不同的应对方案，像是闪现躲掉之类的。当然，如果冲刺技能或者气功类的技能会发生什么呢？正常来说啊，龟派气功大于普通的冲刺技能，但如果是界王拳的话，是的没错，虽然会吃下来自龟波的伤害，但是在释放界王拳的期间是霸体的。那如果大家都是冲刺技能的话，就看角色本身的力量属性了。可是大家属性都差不多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弹开了。那说到这里，很多人就要问了啊，N 仔啊，你这是一个 PVP
偏向了模组吗？那确实不是啊，因为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玩家之间的操作反馈，但其实这是一个偏向于 PVE 的 RPG 模组来的。就像我们做的一些 BOSS 还有小怪，几乎都搭载了我上面所说的所有战斗机制，主打的就是一个噩梦人机。不过这里我还是得给大家泼盆冷水啊，因为我和蛤蟆的愿望都是打造一个最真实的龙珠世界，所以如果你想着打不赢 BOSS， 死了复活继续打，打不赢的话死了复活继续打，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玩家死亡后是会进入倒地状态的，倒地状态是没有办法进行任何操作的，只能靠自己有没有毅力起来，或者玩家给你喂仙豆把你拉起来。那么仙豆的获取方式是需要爬上卡林塔找猫仙人进行领取的，它是每一个大篇章都只会提供3颗仙豆，虽然看着是很少啊，但这些仙豆是可以种植的。其实也是因为我不想要仙豆那么快就泛滥起来，如果不慎死亡是强制性进入冥界的，而且要复活呢是只能且一定需要龙珠给你复活的。不过当然啦，死亡后的玩家也不用怕没东西玩啊，我们是有把蛇道和界王星整出来的，甚至说只有死过的人才可以找界王学习界王拳和元气弹。虽然我们这个玩法的门槛确实弄得很高，但还是有不少适合手残玩家的手法的，比如太阳拳也是做的比较真实的，玩家必须头顶太阳，而且只会闪到正对你的玩家，背对太阳拳的玩家是无效的。但有一说一啊，设定上来说晚上也是可以释放太阳拳的，不知道大家觉得要不要增加晚上释放太阳拳的设定呢？觉得要增加了可以在屏幕上扣个1啊，而且实在打不过 BOSS 也没关系，你们看到我这条尾巴了吗？你不会以为是摆设吧？它可以钓鱼的呀，钓鱼是可以钓啊，但其实它是用来好了，那么目前就是我们做出来的部分内容了。虽然很多东西我们还藏着没给你们说啊，但这里还是可以给你们透个底的。目前的进度是比克的 BOSS 已经做完了，蛤蟆是已经在做贝吉塔的 BOSS 机制了，建模阶段呢也已经做到了弗利莎那里。当然，作为能看到这里的，肯定就是龙珠铁粉了。你们肯定要问一句啊，斯巴赛亚井呢？有一说一，超级赛亚人的觉醒方式我们已经做完了，可是目前还是想着尝一下。但还有一点需要你们的建议，目前超赛是有2种变身方式的，第一种是在你们原本的皮肤身上加一个发型，并且把眼睛改成绿色；第二种是变身的时候统一换头。不知道你们喜欢哪种呢？欢迎打在公屏上啊！最后的最后呢，还是得提一句啊，虽然开头也说了正式版可能会在寒假出来，但是这个模组说白了还是服务于我录视频的，所以可能有很多大家想要看的东西，我们并不能马上做出来。像是我和蛤蟆打算做出来的正式版，可能也就打完龙珠界的所有剧情了，甚至寒假的时候大概率是做不完的。像是龙珠超和龙珠 GT 的剧情是完全在计划之外的，但是大家放心好吧，因为我俩是真的很喜欢龙珠啊，这也是我第一次花那么多经费去搞一个大型生存 mod， 所以真的非常需要大家的一键3连啊！如果这期视频数据够高的话，我说实话，什么龙珠超啊、GT 啊、大魔这些内容，通通都可以安排，所以真的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了。当然啦，我可能出钱是一件事啊，但也非常感谢蛤蟆愿意接下这个项目。最后呢，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说实话，也是因为大家对骑士100天那么支持，我才会那么大胆的去完全自制一个全新的模组。那么废话就不讲那么多了，我们骑士100天完结之后，龙珠生存就直接给大伙们端上来，好吧 ？OK，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不妨点个赞哦。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了拜。